还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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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Tom Talk。优胜教育北京总部一夜之间人去楼空，成千上万的家长聚集在北京朝阳区光华路优胜教育总部，高呼要求退还学费，其中还包括优胜教育的员工也在人群中，希望能讨回被东家拖欠了几个月的工资。这次优胜教育暴雷涉及的金额十分巨大，在北京、广州、山东、深圳和天津等地，通常一家门店欠下的学费就高达数百万元，有的甚至接近1000万元。而很多员工从2019年夏天开始就没有足额发放工资。优胜教育在全国拥有734家门店，累计1.2万名全职员工和2万名兼职员工。那么优胜教育为何会爆雷？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。我的频道主要是讲和我们每一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理财金融知识，帮你比别人更懂一点。感兴趣的话，欢迎订阅。那我们正式开始吧。优胜教育成立于1999年，2004年成立优胜教育集团，至今已有20年的办学历史。创始人是陈浩，今年42岁，出生于书香门第，父母都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。公司成立初期，陈浩在全国首创1对1集中教育。之前的课外补习市场更多是上门家教，陈浩实际上就是把所有的家教老师集中到优胜教育内，可以实现师资力量最大化利用。截至2007年，优胜教育1年的利润就有2000万元。陈浩并不满足于此，他想把优胜教育继续做大，开始拓展全国核心城市的业务。但是遭遇了水土不服等一系列问题，新店大幅亏损，优胜总部补贴了几千万。2009年，陈浩卖掉了自己的房子、车子，硬撑了一段时间，但是新店还是没有走出倒闭的命运。2012年，陈浩改变了策略，在行业中首创了直盟模式。所谓的直盟模式，就是把加盟当作直营做，直营的分校由优胜教育总部全权控制，推行标准化经营模式。加盟分校是由投资人注入资金，总部派培训校长参与管理，这种模式也被称为托管式加盟。依靠直盟模式，优胜教育大举扩张。2014年拥有300家全国加盟分校，累计辅导学生超过120万人，基本实现了全国大中城市的网点布局。2015年达到顶峰，全国直盟合作分校超过1000家，持续高速增长。优胜教育的业务很简单，就是开补习班，主要向6到18岁的小学、初中、高中生，主打的是线下1对1补习，相当于你给孩子找了个私教，这样肯定比几十个同学一起上课学习效果好。同时也可以根据学生的需求提供1对2、1对3等课程，课时费100到600元不等，学费是按照课时量一次性预收款数万元，报的课时数量越多，则优惠力度越大，甚至可以享受4至5折的课程优惠。不少家长想到，优胜教育的教学质量还好，自己的小孩子肯定要长期上补习班的，既然有优惠，那肯定一次多买一点课时划算，所以很多家长就一次性缴纳数万元甚至10余万元的学费。有一个妈妈4年前刚买了房子，一共卖了200多万元，给优胜交学费就交了40多万，就是为了不让孩子落后其他人。她是一个全职太太，只有老公赚钱养家，经济不是很富裕。她的小孩在小学6年级起就在优胜教育补课，而且效果也很不错，她也一直很信任优胜教育。当她听到优胜员工向她推荐4折的课时优惠时，她先后缴纳了14万、13万、5万、4万等不等的学费。当时主要是考虑孩子马上就要高3了，肯定要补很多课，而且优胜教育当时还承诺，如果课时费用用不完还可以退，所以就决定先交钱吧，反正可以退。这位妈妈2019年10月想要退费，但是到至今还没有退费成功。那么优胜教育是如何从顶峰跌落到谷底呢？首先，直盟模式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，规模快速增长也隐藏着巨大的隐患。
分校教学质量无法完全监控，总部权力过大，对分校过度压榨。在直盟模式下，分校的投资人实际上只参与出资与分红，只要分校盈利，投资人只管数钱就可以了。有加盟商表示，2018年他投入了108万加盟费和88万建校费。根据双方合同，开校后每月流水，优胜总部先抽走4%。如果当月盈利，则盈利按照加盟商49%，优胜总部51%分成。如果出现亏损，亏损部分由加盟商先行垫付，次月优胜总部会补上亏损额的51%。优胜总部还向加盟商承诺，开校1-2年内就可以回本，加盟商就可以躺赚。实际经营后，这家加盟商在1年多的时间内拿到了160万的分红，眼看马上就要回本了。但是学校突然出现了亏损，按照加盟合同，经营不善带来的亏损，优胜总部也要承担一半。但是截止这家分校关门，也没有任何总部的兜底赔偿。另外，问题的关键是，即使学校出现了亏损，加盟商也不能介入学校的管理。如果违约干涉学校管理，加盟商要按月赔钱。由于分校离总部很远，总部不可能了解学校的所有情况。这家分校由于老师流动性比较大，教得好的老师往往很容易被别的学校挖走，教得不好的加盟商也没有权利辞退，导致了整个学校的教学质量下降。后来优胜教育的总部派到学校的人越来越不行，甚至还出现过管理人员骗取家长学费、携款跑路的情况。为了维持运营，这家加盟商先后垫付了50万，后来又有大批家长上门要求退学费，优胜总部一直置之不理，加盟商只好又自掏腰包300多万给家长退还学费，并支付了拖欠老师的工资。除了这家加盟的分校外，总部对直营校区的压榨更多。直营校区收到的学费要全部交给总部，总部会先扣除房屋、水电等固定成本，然后再把结余发给学校。但是分校在盈利时，总部从来没有完整返还过结余，而一旦出现亏损，直营校区还要完全承担，导致后来连工资都发不出来。优胜教育还在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线下教育的同时，在线教育正如火如荼的发展，不断蚕食着优胜教育线下的市场份额。这时候优胜教育的模式暴露出巨大的问题，线下教育和1对1模式都没有办法实现快速规模化，最关键的是教学质量还无法保证。相反的是，线上教育正在成为行业的风口，大量热钱涌入到这个领域，学而思、猿辅导等在线教育机构各种广告铺天盖地。虽然优胜也推出了自己的网校，但优胜的网校只是把老师放在了线上，模式还是老师讲，学生在线看，老师根本不知道学生是不是在听讲，教学质量很难得到保证。而专业的在校教育机构，他们一个主讲老师可能后面有30-40个老师在为这一堂课做准备，整个课程图文视频很生动，表现力也更好，更重要的是价格便宜，对家长的吸引力也更大。网课1节课的制作成本是固定的，每增加一个学生的成本是很低的，所以说可以做到薄利多销。网课的一个老师可能会给1万个学生上课，一个学生1块钱，1节课也能收入1万元，这在线下是不可能的。而疫情的到来是压垮优胜教育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疫情来到，线下教育机构进入寒冬。陈浩自己表示，之前财务状况一直不是很好，现在疫情来了，又没有金融机构投资我们，没有融资和资金储备，压力非常大。为了缓和财务压力，优胜教育加大了续费的优惠力度。有员工表示，课时费都5折了，赔钱也要续费。总部也给销售岗位的人员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要求，每天至少给家长打10个电话，需要上缴通话记录截图，还得交通话时长3分钟以上的录音文件。每周还要参加培训，培训内容是怎么催学生上课。如果1个月4万业绩不达标，还要增加培训次数。很多家长表示，疫情后优胜就开始没完没了地催他们续费。陈浩对此的解释是，疫情期间一部分课程转移到了线上，教学质量打了折扣，因此降低了学费标准。这种策略虽然吸引了一部分学生，但是又更进一步加深了优胜的危机。很多人就是因为看到优惠才买了课，但是现在想退学费也退不了了。那么有了家长缴纳的高额课时费，为什么优胜教育还会爆雷，
那么多的钱究竟去哪儿了？优胜教育携款诈骗的说法开始在家长圈子流传，而陈浩则多次强调，公司收来的学费全部都投入了公司的经营之中。在疫情期间，公司坚持不裁员、不降薪，维持了3万员工的规模，这部分加剧了优胜资金链的断裂。另外，优胜教育还参与了其他一些风险投资项目。根据投资圈的人介绍，优胜的这些风投项目规模都很小，排名也比较靠后，目前几乎没有可能收回这部分资金。其实，优胜教育资金紧张、现金流危机早在2年前就开始了。2018年，教育部等4部门开始重拳整治校外培训机构。截至2019年，40多万校外培训机构，约27万中小学培训机构被责令整顿。2018年到2019年，优胜教育分校拓展过快，一些分校出现了很多不规范的地方，比如教学环境不够安全。陈浩说，当时全国近1半的校区都不符合标准，需要重新选址装修，造成很多学校资金消耗殆尽。陈浩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开始积极筹备上市，希望有新的资金注入，但最终没有成功，反而为了准备上市，公司消耗了更多的资金。最后不得已，陈浩选择卖身给上市公司，试图抓住一线生机。5月25日，上市公司金州发布公告称，准备收购优胜教育公司100%股权，价格不超过5亿元。金州是一家做黄金珠宝产业链的公司，之前公司的主营业务黄金融资租赁连续亏损。根据该公司发布的财报，公司2年累计亏损90亿元，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金州目前准备收购优胜教育，转型教育行业。金州收购优胜的消息发出后，深交所随即发出关注函，要求公司对收购行为作出解释。7月份，金州第9次收到退市风险提示。收购优胜教育的消息传出后，金州股价暂时上涨至股票面值上方，暂时避免了退市危机，但能否收购成功还不得而知。陈浩表示自己绝对不会跑路。企查查数据显示，2019年有超过 1.2 万家教育机构关停，从今年2月1日至6月16日，全国线下培训机构注销企业数量为18885家，也就是说，每天有近100家培训机构注销。最后，祝优胜教育的家长能够早日讨回退款，老师们也能拿回属于自己的工资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，感谢各位花费宝贵的时间观看，喜欢的话欢迎点赞订阅，给我一个宝贵的支持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